这咋回事？这些鱼啊，怎么今天这个鱼都感觉都不会吃啊？全是蹭线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钓鱼应该跟气压有关系吧？有关系啊，跟气压不好，气压9.7几9.75。哎，我估计是扁鱼，我估计是扁鱼吧。你看，哎，这条扁鱼还大一点。这条扁鱼还大一点了，这条扁鱼，正口。哦，这条扁鱼真的是大一点。这条扁鱼已经过斤喽，应该哦。哦吼，它这个鱼还是非常干净的，在这些水里面，已经要多了。好，这个放了啊，这个不放到那里面了，放了啊。因为不放的话，我们是游钓中国栏目组的，主要就是走到这自然水域嘛，就钓一钓，不管是有什么鱼，我们在那里钓一钓。你那饵能给我们看看吗？这边还等于是什么呢？把这绳子拿过来，挂在这里面挂着，上面再盘一个钩下去啊，上面再放一个盘钩。哦，他们是放2把钩，啊，就是帮这个方砖，放在这上面。为了想多钓鱼呢，可能高头他们当地还会再放一把盘钩在上面，啊。要不这个来放一个。这个他们这种方法是钓底。就钓底钓鲢鳙，它画得很慢很慢，所以像人家常说嘛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。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用什么钓呢？都是用水怪钓浮用饵料去钓它，它呢直接就是压成这种方的，这个呢放在水里面，估计1-2个小时可能都化不了，1-2个小时化不了吧？3个小时，3个小时，3个小时才能化了，但是里面味道是酸酸的。来到一处野河。虽然鱼情不容乐观，可当地钓友的特殊钓法却让我们眼前一亮。第2天一早，渔具店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：绛溪水库老板也是一位垂钓爱好者。这次他决定亲自带领我们寻找钓点。你再往前去啊！你现在再往下下，再插一下，看看这竹子能不能插下去了。就好那个人呢？到不了底了吧？到不了。对呀，就是怕它这样子的，一过去以后啊，它突然就深了，这样最麻烦。你打的窝子在上面是躺，只要来条鱼，这个地方浅嘛，在2米深，2米深你能看到底，2米深看到底，它不会吃，你往前一够，一下就下去了。绛溪水库是泰宁县最早建设的一座小型水库。坝址位于朱口镇王坑村坡头，库区为下绛溪中游河道，总库容384万立方米。有了昨日的勘察，大毛今天直奔主题，开始准备工作。昨天下午我们到了以后呢，还有点下雨，我们就是选择了几个钓点，你包括对面的那小独岛，还有那后面的，稍微往前走一点。就会很深，一下就不见底了，深不见底了。哦，现在行了，差不多找到底了。这个地方呢就相对我感觉好一点，因为看这个山形就好一点。那边看的也不错，但是呢，它往前面去正好是一个台阶，浅的大概2米多深能看到底，再往前面够一点，一下就到底了，根本就没办法钓了。所以找来找去就选择这个地方了。这个地方还相对一个平一点，还有一个呢，我们这个摄像可能，有点挂底，哎呀，我再抛一杆子，有点挂底。后来选择到这个钓点以后呢，我们就是晚上的时候呢，在这打了点饵，做了点窝子。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个深浅交界的地方啊，往左手这边就明显能感觉到再浅一点，因为这是个滑尖，这边浅一点；往右手这边呢就深一点。因为这些山水库啊，你要想像早在平原水库那么样平的是不可能的，稍微抛近一点、抛远一点，饵料上大一点、上小一点，可能它情况都是不一样的。真要是挂也没有办法了，就这样吧。行啊，漂也漂好了，准备工作都准备好了。
一会儿我们就开始钓，因为它这里面究竟钓什么鱼，我现在也是不太知道，也是有什么鱼钓什么鱼吧。小鱼应该很多，能看到。无酸我加30%。好。你看，这个小鱼在那倒吧。哦，小桂鱼，嘿嘿嘿嘿，小桂鱼，小桂鱼，这是铆到它这里的。桂鱼要抓这里了，桂鱼，小桂鱼，我来给你们看一看啊，小桂鱼。哦，好下去了。那又挂到了，又挂到了，又铆到了，那又是小鱼，那又铆到了。嚯嚯，这叫什么啊？这是红眼啊？这是鲮鱼吗？上午的情况不尽如人意。刚到这高山冷水水库，我们并没有设定目标鱼种，但白条闹窝和鱼儿吃口不佳，却让垂钓变得有些尴尬。吃过午饭，大毛重新调整装备，看看下午的鱼情是否有所好转。现在我用5米4的杆子了，而且线组整个用细了。主线现在我用的是0.8的主线，点4的子线5号绣。今天早上钓这个鱼啊，都怪了，全是铆的。而且本身我饵料就新，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个，没用的还不算太新，因为我平时钓这个小鱼啊。小鱼多的时候呢，一般我都不用新的。为什么有加新了呢？一个是这个季节啊，深秋了，这个季节呢就是鱼爱吃新了。另外的话呢，它这个水库啊是山水库，它的水的来源呢完全都是靠这个山泉和下雨落下来的这个水，所以它的水呢水很凉啊。他们当地人说这是冷水库嘛。所以这个在这样水库里面钓鱼的话呢，就可能会饵料用的要更新了，比以往的可能还要新了。因为按道理小鱼那么多的话是不会再用新了，但是它这个地方很特别了。如果是在山水库非常冷的地方，因为那年我在武陵啊，钓那个青鱼，那也是山水库，在江西，那是8月份，天气非常热了，我们也是用的非常新的，不用新的钓不到。那底下小鱼太多了，漂顶子不让起。哎呀，啊，你看，这样小白条特别的多，你看看，这小白条特别的多。说一会啊钓这么深，我现在用5米4的杆子钓这么深的话，小白条太多了，真的是搞死了。因为那边现在看起来的水涨的就显得浅嘛，我们能够到的地方就浅了嘛，除了那种8米1的杆子够到前面钓。哎，来，哦，又是铆的小扁鱼，今天这鱼怎么都不会吃啊？为啥？它的鱼太瘦了，根本。这边水很那个。很瘦吗？冷吗？它是山水库，他就说冷水鱼我才过来的嘛。但是这里面的鱼是很好。这里的鱼肯定是很好吃啊，小扁鱼哦，好，放吧。哎，咋回事这些鱼啊？怎么今天这个鱼都感觉都不会吃啊？全是蹭线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钓鱼应该跟气压有关系吧？有关系啊，跟气压不好，气压9.7几，9.75。哎，我估计是扁鱼，我估计是扁鱼吧。你看，哎，这条扁鱼还大一点。
这条扁鱼还大一点了，这条扁鱼，正口。哦，这条扁鱼真的是大一点。这条扁鱼已经过斤喽，应该哦。哦吼，它这个鱼还是非常干净的，在这些水里面。已经要多了。好，这个放了啊，这个不放到那里面了，放了啊。因为不放的话。数尾边鱼的上钩终于让我们稍许安心，一旁的赵爷按捺不住，下竿之后也有渔获进账。相对于我们没有目标鱼种的做钓，当地钓友则十分明确主攻马口。面对今天不痛不痒的渔获，大毛在得知一旁的消息后，也有了新的想法。来，中鱼了，还是小扁鱼吧？还是小扁鱼。磕了一下漂，没打，它就跟着就顶上来了。它这里面的鱼，所有的鱼都爱吃锌啊，龙锌。用这个硬饵不吃了，就是用这个杏饵下去啊。第一口没打它，它跟着就顶上来了，啊。它的真的冷水的鱼跟这个。平时钓水库里面鱼不一样，平时里面鱼新的香的什么鱼饵都吃，它现在对别的鱼饵吃口啊，没有杏饵吃口吃得好。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，我们早上6点钟起来的就往这来了。一天也没有钓到大鱼，钓都是小的，鲮鱼啊，扁鱼，刚才看到他们当地钓友啊，钓到马口了。明天我们不行，我们来钓马口算了。它的马口挺大的，我只要牵到马口就想钓它。那马口真的钓非常好玩。我们收吧。马口鱼呢是爱吃新香的。我们的这个狂躁鲫1号呢，我加50%，因为狂躁鲫1号它是新的。狂躁里的2号呢，我加30%，但是这个2号呢是新香的，1号呢是新的。另外呢，我再加20%的这个小黄面，还是想让它比重啊细一点，而且比重大一点，因为它这里面的小白条太多了。要不然这饵料啊，它里面有拉丝粉，它太泡了，它粘度跟不上。我加点小黄面的意思就是让它，这饵其实钓马口是应该能拉丝的，但这里面小白条太多，现在拉丝是拉不了了，就手搓了。这个水比大概1比0.9，稍微和硬一点，要不然的话这个小鱼太多。一般的腥度啊就够了，就是腥度、腥香度就够了。它这个地方鱼啊吃的特别的腥，它是跟它的冷水还是有关系的。好，稍微醒一下。昨天我看他们拉也拉不了，中途全是小白条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打算还是用手搓饵，让它打黏一点。要不打黏的话，我加了小黄面，意思就是一个让它的粘度，一个加强它的粘度。另外的话呢，就增加这个饵的密度，要不然这个饵料是带拉丝的，拉丝粉在里面，饵料它是膨胀的，见到水就膨胀，它只有膨胀它的状态才好。但是呢，钓这个鱼啊，一膨胀就不好了。今天我是用了一只4.5米的这个水雾影，因为昨天看他们当地钓友啊钓到马口了，我还是想用这款杆子。这个杆子很轻，也很软。哎呀，这什么啊？又是马口！哎呀，这马口真的很大，你看看这马口多大了，真漂亮的马口，这眼睛还是红眼睛。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嘿嘿。
这样钓的话，今天能钓真的是发财了。这刚才冲劲还不小嘞，哦，小鲤鱼，真的小鲤鱼。怎么你哎，这后面有鱼追，马口都追小鲤鱼，什么意思啊？小鲤鱼那么小，大了我也钓不上来它，大了它也就断了跑了。小鲤鱼也放到鱼湖去吧。它这个马口怎么回事？马口连鲤鱼它都敢追吗？在这里选择马口作为目标鱼，果然非常合适。上午的垂钓让大毛收获颇丰，一尾尾马口入户，气氛变得逐渐活跃。看到钓位喜人的场景，水下的白条也纷纷进窝前来捧场，让现场好不热闹。哎呀，漂！你看这漂，你看这漂，你看这漂，顶成什么样？你看这什么样？顶成什么样？又是小白条，尖嘴的小白条。哎呀，今天真没少钓，这么黏的饵，它也能吃到嘴里去。好好，好好，好好，白条吧？你看，这就是白条。就这个鱼最讨厌了，下去就冲。哎呀，就这白条最麻烦。全是在中途接这个鱼，你根本就到不了底。如果没有这个小白条啊，那拉饵钓这个马口就好死了。那现在这个鱼啊，就是很乱。它为什么不好钓呢？里面有一批这个白条在里面。其实钓马口漂可以调得很高，我们拉饵正常调到5、6目、6、7目都可以。但现在这个鱼很乱，你调低目也不行。要钓的那个叫，我们要如果是钓这个什么黄尾顾啊，钓这些顾鱼啊，可以调到低目钓高目，但是钓马口不需要，马口的真正是马口吃口啊很大，你第一口不抓它的话，它都能把钩子咽到嗓子眼里面去。但关键现在这个小白条太操蛋，在一个窝点啊，时间钓不长，钓几竿，你就要换一个地方，不换的话，整个从你抛竿下去漂，你看现在这漂亮还在顶，始终有鱼在顶，你看，那顶到葫芦上，你看，那能看到了，你看那个漂亮，你看，你还打不到它，看到了吧？这你打还打不到它，它都能把你顶到葫芦上，你打不到它。如果在这钓几竿不行的话，真的就要换个地方，因为它这个平时我们钓马口，它真的是很好钓，马口吃腥香的，它属于溪流的一种鱼。我们在这个好的水质里面，它没有好的水质的存活不了。在好的水质的地方呢，你不要在石头的地方，有石头的地方，有沙子的地方。你要是悬崖峭壁有石头的地方，它不多，就要等有黄泥靠沙子，一定要有沙的地方。所以他们当地钓友在后面钓嘛，他那边也有这个沙，但是它水太深就不好钓。那非是这个缓缓的，今天用4米5竿的，如果用3米6竿的，应该还要好钓。你看还在顶，它底下这个鱼很乱，小白条，还有那个我们所讲的那种叫什么趴地虎，你要如果在水旁边呢都能看到。就这样的小鱼，所以像有时候下去漂啊，始终是顶着上面顶着，再加上这个小白条。你看到了，这就是马口吧，所以讲，它这个就是如果你还在这个窝子里面钓就不行了。我一直在找这个鱼，你看，我的窝点在这个地方，我现在已经钓到这了。我一路从那边钓一竿子跑到这里，再钓到这边再钓过来，来回的倒。白条的一番痴情，并没有换来大毛的回心转意。钟情于马口的他，对白条秉持不如不见的原则，在窝点之外放竿。接连在窝点外不同位置中得马口之后，大家
终于还是相处融洽了。看到了，小鲤鱼，小鲤鱼，哦，小鲫鱼。我今年鱼种钓的真的是够多的了。小鲫鱼，他们那个鲫鱼啊，长不大，就当地的那个钓友说的，他们鲫鱼也就这么大的小鲫鱼。没有，你看这多少这个？哦，这一上午没少钓啊。这是大的马口，啊，哎，跑了，不要紧，我这大的马口多了，这都是大的马口。你看嘴巴多大？你看那个大的又跑，还有一个大的又跑了，又跑了，又跑了，不要蹦，我慢慢都放你们。好，先把这个放掉，先把这个放掉。满满的渔获，成为了我们早早收竿的理由。飘落的雨滴催促大家加快下山的步伐。在当地钓友热心的帮助下，绛西水库的作钓圆满结束，福建游钓之旅首站告捷。同时，有了他们的指引，福建的垂钓地图在我们眼前逐渐明朗，也让后续的旅程更加充满期待。